马看见什么是人决定的。你们都说白狐是妖孽，他明明是祥瑞，那个人不配做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忍不住商务英语了一下，实在是太逗了。封神在这个暑期可谓是大火了，上映之前可都没有被看好，大家对这种所谓的神话大片都免疫了，主要也是因为之前这种类型的烂片真的太多了，伤透观众的心了。这次片中的2位鲜肉主演都爆了，就连62岁的费翔老师也是迎来了事业的又一高峰。这也充分说明了要永远相信群众的眼睛，要永远相信一个作品的内容和质量才是出圈和长红的最终标准。流量有用吗？资本有用吗？不要把观众当傻子，真心实意的制作出高质量的作品才是王道。否则就算你能一时收割一波韭菜，但最终还是会输。好了，开头忍不住吐槽了一波我们还是回归今天的主题，来看一下封神当中的这对殷商皇室父子的星盘，大家也是呼声很高。那我们首先来看纣王费翔的星盘，来看一下能够统一妈妈辈和00后审美的不老男神星盘长什么样。我们首先看到费翔，他也是太阳摩羯座的，而且他的木星和土星也都落在了摩羯座，所以说摩羯座的味儿很重，日木合相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有远见对自己有这个长期的规划，同时也会是一个有着哲学气息、文化气息的人，因为木星也是代表了文化，性格上也是一个很乐观快乐的人，内心就像永远住着一个小孩子一样，事业上也比较幸运会有贵人相助，然后他旁边还站了一颗入庙的土星，这3个组合是很好的。本来如果单单日木合相的话呢，会容易让他有一种太过于乐天知命，然后又很幸运，然后不太肯去付出的那种人。合了一颗土星之后，就可以让他把自己的目标踏踏实实的落实下来。这3颗星的定位星都是土摩羯入庙的，摩羯星的事业心又强，又能吃苦耐劳，所以他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完成的非常好。光看这一点他的事业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一定也是会有所成就的。那垮就垮在他的对面有一颗入弱而且逆行的火星对冲了，这就给他的事业秉性打折扣了，还是自己的脾气行事风格方面会拉垮。火星巨蟹他的行事风格也是偏软的，就会比较的迂回墨迹，而且容易情绪化了。太阳和火星也是对冲了所以他这个人内心还是比较躁，也有自己的脾气，但是入弱呢就是有点不自信，所以很多时候反而会更加的拼命去做，想要弥补就有点强迫症的感觉。我们看他都60了还能健身健到这种程度，且电影的路演每一场都参加，非常的敬业快到了强迫症的这种程度了。这个火星巨蟹也是功不可没，有的时候这个能量用对了，说他有这个太阳，有木星，有土星，既有信仰，然后又能吃苦，还有强大的意志，那这个火星巨蟹配合上的话，反而会有一种细水长流、默默持续发力的能量。然后大家还很好奇他的感情问题说他这个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结婚他的感情在盘里也很明显了，不管是男女，只要涉及到感情，首先要看的就是金星。费翔的金星是落在水瓶座，水瓶座在现占里是天王星守护的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特立独行，代表了一种更大的爱，也代表了疏离感。一个金星水瓶的人是绝对受不了整天腻腻歪歪在一起的，他们需要很大的一个自我空间。而且他的金星水瓶还在整个星座上被对面的天王星给冲了，而且天王星在狮子座非常的强势，这个天王星的能量就 double 了，而且还是个逆行，就更加不走寻常路了。所以他对待感情的态度注定是小众的、叛逆的，甚至性别在他眼里都不是事儿，你也不用去尝试理解他，你也可能理解不了。所以说他为什么不结婚人家根本就不想，也不 care 这事儿。他可能比较喜欢那种电光火石般的爱情，然后这边和海王还有一个比较紧的刑克，对感情还是会有一些不切实际、不成熟的小幻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饰演他儿子殷郊陈牧驰的星盘。陈牧驰是一个群星双鱼座如果说他老爸是现实派的话，他就是浪漫派，完全不一样他的太阳、水星、金星都是落在了双鱼座，
金水是合相的，太阳也是喜欢金星和水星相伴的啊。水星双鱼呢，其实是个落线的位置，那水星代表的这个思维啊、谈吐方面呢，就会没有那么的有逻辑、有条理，比较容易迷糊。还好它是合相了一颗金星啊，金星双鱼是着身的位置，很不错。虽然讲话没有逻辑，但是得体啊，别人听了会很舒服。然后它有个结构非常好啊，是一个木天合相。木星代表了财富，代表了幸运，天王就是空降，很容易突然之间会有好运或者财富降临呢。然后这个木天还和它的土星、火星形成了一个楔形结构，它也是有一个火土对冲的啊，和他的好兄弟于是一样，所以两个人都是很能拼的，要做的事情是一定要把它做到底的。他的火星天秤是落线又逆行的啊，状态不太好。还好有木天这边可以挽救他一下，所以他这个不懈的努力之后，还是会有贵人，会有幸运，会有财富降临到他的身上，老有所得啊！而且一旦得的话，这个是猝不及防，一定是超过自己预期的。这个月亮这里看来是落在了摩羯座6度，因为我们不清楚上升的话，都是统一以中午12点起盘的。月亮摩羯是落线啊，这个位置不好，而且又和火土形成了一个 T 三角。所以如果他是月亮摩羯的话，看上去身体会不太好，过于拼啊，过于操劳之类的。这我看他这感觉不太像啊。我们上期讲到月亮一天最多走13度，所以他要么是月摩羯，要么是月射手。从他的表现来看，感觉月射手会更靠谱一些，月摩羯一般都会比较苦大仇深一点啊，月射手就是乐天派啊，有点傻乐傻乐的那种，你觉得好像跟陈牧之比较像一点。而且月射手的话，月亮也不被土星和火星刑克了，所以对身体方面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害。然后大家应该也很关心他的感情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同样的还是先看金星，刚才说了啊，它是金星双鱼的，这个着身的位置非常好啊，有点像给你封了一个很高的 title， 所以他谈恋爱也会是很浪漫的，有点恋爱脑的意思。然后他就是被冥王有一个刑克，而且是一个1度内的刑克，跟他兄弟于是还真像，于是是金冥合相，他是金冥刑克，所以两个人的控制欲都很强，也是很窒息啊，就喜欢这种爱得死去活来的。好在呢，他的金星长得比较好也就是血比较厚，还能经得起这种克一克的。你要是这种金星落线的，金天蝎啊、金白羊的，再被克一克，那绝对是感情之路顺不了的。根据他的金星落座来看呢，他个人也是更喜欢小女生类型的，有文艺气质的，喜欢浪漫的，看着就让人有谈恋爱的冲动。好了，今天陈汤父子、费翔和陈牧驰2位的星盘就解析到这里了。喜欢我请关注我，给我1键3连，让我们边吃瓜边学习占星知识。下期见吧。